男人接手了一个即将倒闭的动物园，不过却因祸得福，有了倾听动物心声的能力。看着森林狼笼舍里的二哈，还有关着大公鸡的孔雀笼舍，苏媛默默发誓一定要把动物园发展起来。谁乱扔纸片，让我逮到看我不罚你个倾家荡产！卧槽，东北虎大甩卖！我说张园长，你这只东北虎真的只要20万吗？苏媛看着围挡下的成年东北虎，口水都要流下来了。他在其他动物园也问过东北虎的价格，成年东北虎最低都要50-60万，高的甚至能到100多万。忽然，摄人心魄的虎啸之声骤然传出，原本在虎园里悠闲自在的东北虎突然跳起，前掌猛地抓住了围挡的边缘，围观的游客都被吓疯了，尖叫声下，游客四散而逃。和附近尖叫而逃的游客不同，围挡边和苏媛站在一起的张园长却是不动声色，就像这种场景不是第一次见了。没事，他出不来的。果然如张园长所说，那东北虎虽然极力往上爬，却是无法寸进。为了防止东北虎越狱，围挡的最顶端有一个1米多的内凹，此时东北虎的前爪就抓在那内凹之上，而他的后腿却是悬空，根本无法接力，掉下去也只是时间的问题。张院长，这东北虎是因为越狱，所以你想低价转让吗？越狱不是主要的原因，这家伙除了越狱外还特别的暴躁，我们的饲养员都差点被他弄伤了。只要你能驯服他，20万直接带走。话才说了一半，张园长就发现苏媛不见了，再转头看去，苏媛已经靠近了围挡的边缘，距离东北虎也不过半米之遥了。你干嘛？不要命了？没事，我有底。敢这么近距离的接触东北虎，他也是有底牌的，那就是聆听动物的心声。好痒啊，脑袋那里好痒，烦死了，根本挠不到。靠，来个人类，本来就烦，你有本事再靠近一点，看老娘拿你脑袋下酒。这回是真捡到宝了，20万的东北虎，还是母的，脑袋痒是吧？看我给你挠挠。看着这个人类居然真的敢靠近，东北虎扬起他那厚实的虎爪，就想给苏媛来上一下，可苏媛的手却是先到，而且一下就挠到了他的痒处。我靠，就是这爽啊！再挠2下，再挠2下。原本还有些暴躁的东北虎瞬间就蔫了下来，2只虎爪扒拉在围挡的边缘，任由苏媛挠着他的脑袋。这哪里像一只虎啸山林的猛兽之王，反而像是家里粘人的小猫咪。看着现场的一幕，张园长都傻眼了。这是什么情况？之前那个暴躁的东北虎呢？挠脑袋是几个意思？东北虎也好这个吗？好了没？我手都酸了。不要停，还要挠下巴，下巴那里好痒。苏媛也没办法，只得换到下巴继续挠。和脑袋不一样，猫科动物的下巴特别的敏感。苏媛这一挠，东北虎的眼神都要拉丝了。好舒服啊，这个人类好会啊！不行了，要没力气了。唰的一下，东北虎掉了下去，而和他一起下去的还有被带下来的苏媛。卧槽，苏园长！掏出手机，张园长就要喊救援来。张园长，我没事。张园长他连忙停下了拨打手机的动作，抬眼看了过去，一看苏媛果然没事，而且这家伙居然躺在东北虎的怀里。所以是东北虎给他当了缓冲垫。我去！张园长拍了拍脑袋，他现在有点懵，有点不清醒了。张园长在外边头脑风暴，怀疑人生。虎园里的苏媛却也是在怀疑人生。原本温顺的东北虎在起身之后，却是又回到了之前的高冷。一声虎啸之后，东北虎就留给了苏媛一个背影。真是女人心，海底针啊！也不知道这家伙现在在想些什么。苏媛开始静声倾听。哼，臭人类！要不是看他刚刚挠得不错，谁救他啊？摔死算了。对，还是个傲娇虎，不过也正常。想靠挠痒痒获得东北虎的好感，肯定是不现实的。东北虎的情绪暴躁，肯定不只是身上痒，应该还有其他原因。哎，这天好热啊！这破地方连个游泳的地方都没有，要是能洗个澡就好了。洗澡、游泳。苏媛突然想到了什么。东北虎全称西伯利亚虎，居住地可是在西伯利亚或者是长白山这样的极寒之地。在这种环境下生活，东北虎肯定是不怕冷的，但相应的应该特别怕热。虎园面积虽然广阔，却没有一个像样的泳池。难怪这东北虎这么暴躁，感情是一身火气没地方撒。想到这的苏媛举目四顾，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套着水管的水龙头。没有犹豫，苏媛直接走了过去。围挡外的张园长以为苏媛在这地方离开，赶忙提醒苏园长，那边不是出口，走错了。不，我是要给他洗澡。张园长看到苏媛打开水龙头，准备用冷水给东北虎洗澡，猛地一惊。苏园长啊，不能用冷水，专家说了，要用温水。温他大爷！苏媛大吼一声，直接就打开了水阀，汹涌的冷水从水管骤然而出，然后被苏媛浇到了东北虎的身上。原本还在看着天空，想着怎么才能洗个冷水澡的东北虎，突然感觉到了一股凉意，眼神中的喜悦无法藏匿。他赶忙转头看去，只见一股清冷的水流从远处激洒，落在了他的皮毛之上。清冷的水流瞬间就带走了他身上的浮躁，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彻彻底底的清爽。哈哈哈，太爽了！好久没洗过这么爽的澡了，太舒服了。这个人类好懂我啊，他是怎么知道我喜欢洗冷水的？这里的其他人类每次都用热水给我洗，越洗越烦躁。
就在苏元给东北虎洗澡时，围挡外，张园长的附近来了众多工作人员。园长，人还在虎园吗？有没有生命危险啊？没危险，在里面给东北虎洗澡呢。洗澡？那家伙不是最讨厌洗澡了吗？每次洗澡都特别暴躁。你说有没有可能是水温的问题？可是专家不是说了，只能用45度的温水洗澡吗？溯源用的就是水龙头直出的冷水。你再看东北虎，像是讨厌洗澡吗？好像还真是这样。等下溯源的步骤，你们都给我认真看着，这可是花钱都买不来的经验。听到这话，其他工作人员立马靠前，等着看苏源的动作。虎院里的澡也洗得差不多，苏源关掉了水龙头，东北虎却是不肯，拼命地蹭着苏源，像是在撒娇。没洗够呢，我还要。都洗半小时了，再洗感冒了知道吗？虽然你体质好，但也不能这样，知道不？安抚好东北虎，苏源找来干净的毛巾，给东北虎擦拭着身体，一边擦着毛发，苏源还一边按摩，因为可以听到东北虎的心声，按摩的力道是刚刚好。这人类好会啊，按得我好舒服，想睡觉了都。东北虎硕大的脑袋直接靠在了苏源的腿上，约莫半分钟的功夫，轻微的呼声开始传了出来。围挡边看着这一幕幕的工作人员傻眼了。说服东北虎，这也行？园长啊，这操作就是拿命学，我们也特喵的学不会啊！男人只是给暴躁的母老虎挠了挠痒，又冲了个凉，母老虎就趴在男人怀里睡着了。旁边的动物园院长看到男人神乎其技的驯兽技巧，就带着男人来到了动物园的豹区，想要男人帮忙调教一下大花豹。透过围栏看去，里面就只有一只花豹，只见它眼睛无神，走起路来也像是行尸走肉一般，而且花豹走的每一趟都出奇的一致，同样的地方停顿，同样的地方嘶吼，同样的地方嗅两下。这么严重的刻板行为，不会是抑郁症吧？没错，就是抑郁症。苏园长，对这花豹我们其实是下了很多功夫的，光是专家我们就找了好几回来看，可都是没办法。你们没尝试野放吗？尝试过，但这只花豹的捕猎技能还不够成熟，再加上身体有些潜在疾病，不适合野放。若是苏园长愿意帮忙驯服一下这只花豹，我们可以无条件赠送2只花豹幼崽。好处就先不提了，对这花豹我也没底。苏源很清楚，这只花豹最大的需求就是野外和自由，可问题是园区已经给到它最好的环境，而若是执意野放的话，又太危险。苏源蹲坐在围栏前，想了很多种的办法，但都一一否决了。苏园长，没办法的话就算了，不要强求，我们签个合同，你先把东北虎带回去吧。一想到东北虎，他的脑海灵光乍现，迸发出了一个方案，好像可行。苏园长，你想到办法了？您等一下。苏源转头就跑开了，众人都一脸懵逼，也没等多久，大概10分钟的样子，苏源去而复返。他不是一个人来的，他还给花豹带了礼物，正是那只东北虎。张园长，开门，我们给这花豹来点小小的惊喜。这特喵的是惊喜还是惊吓啊？不止围栏外的众人懵了，围栏里的花豹也懵了，特别是看到那些人类居然真的把门给打开，把那东北虎放了进来后，花豹的眼神瞬间就清澈了。卧槽，别啊！听着花豹的吐槽心声，苏源都笑了，果然把东北虎喊来是个好办法。这才看到东北虎，花豹的抑郁症就好了大半。你们看到没？花豹的眼睛瞬间就亮了。可不是，之前的刻板行为也是瞬间消失。苏园长是真溜啊！苏园长，神医啊！神医不是我，是东北虎。虎妈，只要别搞伤了，其他随便整。没想到还有消失运动，这人类是真懂我啊！脑袋转了2下，虎妈的嘴角咧出了好看的弧度，这样的弧度在苏源看来很好看，可在里面的豹子看来却很危险。一声虎啸骤然而出，肌肉鼓动间，虎妈庞大的身躯猛地跃出，本来还一脸懵的花豹瞬间清醒，想都没想，拔腿就跑。在生死的危机下，花豹极其灵活，闪转腾挪间在围栏里跑得飞快，一点都没有了之前僵硬行尸走肉的模样，反而更像是林间的顶尖猎手。卧槽，这是我们的花豹吗？特喵的，怎么能跑得这么快？还有那姿态，太优美了吧！围栏里又是一声虎啸而出，见花豹逃往了另一个方向，后腿猛地用力，再次奔袭而去。啊！卧槽，卧槽啊！别追了，打不过啊！饶命啊，虎大爷，饶命啊！半小时后，围栏里的追逐终于是落入了尾声。连续半小时的追逐，直接把花豹累成了小狗，躲在角落里，气喘吁吁。不止花豹如此，虎妈也累得够呛，找了个平坦点的地方趴了下来。好久没这么运动过了，真爽啊！就是腰背有些酸啦。见虎妈趴在地上，花豹眼睛滴溜溜地转了2圈。其实经过刚刚的追逐，花豹也发现了些情况，这老虎好像就是在溜达，有好几次明明要咬到了，结果又放过了它。思虑了片刻后，花豹小心地靠近了虎妈，见它没有其他的动作后，小心地抬起前爪按在了虎妈的背上。虎妈疑惑地看了花豹一眼，见这家伙只是在给它按摩后，又低下了脑袋。花豹顿时来精神了，开始加大力道给虎妈按摩，按了背，又开始按脚，主打的就是一个雨露均沾。一直在围栏外看着现场的众人面面相觑。按摩，好家伙，我直接好家伙！
张园长，这下花豹应该是没问题了。苏园长，这次可真是多谢你了，之前答应你的好处绝对不差。小陈，去把我们的那2只花豹幼崽带来。陈经理应声，很快就带来了2只花豹幼崽。幼崽不大，也就3、4个月的模样。这2只幼崽是我们之前在野外救治的，我做主，转让给苏园长吧。苏园没有推让，直接就收下了幼崽，搞定一切。苏园和张园长等人又寒暄了几句后，就准备离开了。打开围栏门，苏园喊来虎妈，来到了他的车前，把装着花豹幼崽的保温箱放到副驾驶，接着打开尾箱，带着虎妈进到里面。就在这时，远处的喊声引起了苏园的注意。抓小偷啊！快帮我拦一下！只见一个黄毛拿着个包跑得飞快，没有犹豫，苏园跳下车来，伸出了只脚，砰的一下，黄毛直接摔了个狗啃屎。你特喵找死啊！黄毛骂骂咧咧的站了起来，拿着刀就来到了苏园的面前。做好人是不是？看老子一刀捅死你！苏园不语，只是指了指黄毛身后。黄毛只是向后瞥了一眼，脸上的凶狠瞬间凝固了。老虎，给你纠正一下，这叫东北虎。似乎是为了配合苏园，虎妈那充满威慑力的痛喝如同惊雷般在黄毛耳边炸响。男人刚把买来的母老虎装进车里，没想到就遇到了小黄毛抢劫。母老虎一声咆哮，直接把小黄毛吓得命令。就在他转身逃跑时，骤然响起，一辆汽车堪堪地停在了黄毛的身前。你特喵的眼睛掉粪坑游泳去了吗？找死呀！老虎有老虎！老虎，我看你是碰到鬼了，神经病，赶紧给老子滚！随后，司机本能地看向了黄毛刚刚所指的方向，脸上本还带着的讥讽瞬间凝固住了。只见不远处的运输车车厢里，虎妈那硕大的虎头正看着这边，金色的瞳孔格外的耀眼。卧槽，真特喵的是老虎！原本还骂骂咧咧的司机，现在腿肚子比黄毛抖得还严重。看着现场这一幕，苏园是哭笑不得，生怕吓到了更多的人，赶紧把车接着几人合力将小黄毛控制住，直到警笛声在道路尽头响起，小偷被警察带走后，苏园才开车前往自己的同源动物园。没想到刚到地方就看到大门口2个游客骂骂咧咧的要退钱。特么蛋，退钱不是说有东北虎吗？根本就没有。你们动物园里都是些啥？关着2哈的森林狼笼舍，还有那关着大公鸡的孔雀笼，真是笑死个人！赶紧退钱！吼什么吼？信不信我躺地上按表走啊？退钱是不可能的。你们要是觉得亏了，可以多逛2圈，就当是锻炼身体了。还多逛2圈？你得有动物给我们看啊！东北虎给我们园长带出去溜达了，等下就回。你们要是不信，就再等等。你当我3岁小孩啊？谁家动物园的东北虎能带出去溜达的？我看你们就是没动物，找借口。你们这东北虎要是真的能带出去溜达，我办年卡，我不仅自己办，还给家人办。我也办，我家10几口子呢。2人正说得兴起，一辆卡车忽然停到了门口。苏园从驾驶室上下来，打开了尾箱门，虎妈直接跳了下来。就在所有人的注视下，苏园牵着东北虎走了过来。原本还吵吵嚷嚷的游客，瞬间就安静了下来。卧槽，真是老虎！看着蹲在苏园脚边不停蹭着裤腿的大老虎，游客感觉3观都要重塑了。喵了个咪的，怎么这只老虎还撒娇？老虎不应该特别的凶吗？一张嘴能吞下一个脑袋的那种。老张，这2位是游客吗？苏园长，这2人可是大客户，他们刚刚说了愿意给家人办年卡。这个小姑娘更是牛逼，说要办17、8张年卡呢。我靠，大客户啊！感谢感谢！你们这边怎么支付？我们这里信用卡和收款码都是支持的。2个游客是叫苦不迭，早知道刚刚就不该吹牛皮的。可谁知道这家动物园真有东北虎啊！被架着的2人只能选择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忍痛付了钱，送走了2位冤大头后，苏园把副驾驶的花豹幼崽给带了出来，给到老张。园长，你之前发信息不是只说了东北虎，怎么还有这花豹幼崽？苏园也没藏着掖着，直接就把虎妈治豹子的经过说了一遍。老张听罢，人都傻了，直接用生命的威胁治疗刻板行为。园长，你这绝对是世界首例呀！这些就别说了，咱们先把老虎给带去虎山，然后再想办法整些动物来。可惜老头子留的钱不多，就只够买东北虎的。要是能再搞只熊猫来就好了。听着苏园的话，老张却是突然愣住了。园长，指不定还真有办法。我孙子张小云现在林业局实习，今天他们接手了一起野生大熊猫难产的救治。本来顺利的救治，在熊猫生产后情况骤变，温顺的熊猫突然暴怒，直接把负责接生的专家给挠了。我有这事不早说，老虎交给你了，我现在就去。轰鸣声在山林间响起，苏园驾驶着全地形车在山间飞速行驶，不一会就来到了地方。张小云看到苏园，赶忙上前迎接。元哥，你来了。你们救治的熊猫怎么样了？哎，还是没搞定。元哥，我带你去现场看看。
张小云带着苏媛到了现场，只见一只成年大熊猫正护着瑟瑟发抖的幼崽，警惕的眼神扫视着人群。几个专家正在不远处低声讨论着方案。元哥，熊猫崽子现在情况未明，急需检查情况，但是熊猫妈妈根本就不让我们靠近。苏云点头表示明白，转头看向远处的熊猫妈妈，开始倾听她的心声。两脚兽没一个好人，给的吃的都要淡出鸟来了，一点胃口都没有。现在要是能有一些辣味的吃的该多好啊！好饿啊，老娘一点力气都没了。好家伙，果然是天赋神兽，居然喜欢吃辣的，难怪把专家给挠了。苏媛马上举目四顾，很快就在旁边看到了专家早就调配好的盆盆奶，便过去把盆盆奶取了过来。元哥，别喂奶了，刚刚我们带着奶上前，这家伙喝了一口就给打翻了，还吼我们，他应该是不饿的。你有没有想过，这家伙不是不饿，而是你们调的奶没味道。哪里来的毛头小子，居然敢质疑我们，还准备给熊猫喂奶？笑话，这要是能行，我们还至于在这商讨方案吗？专家们都没阻止苏媛的动作，似乎想看到苏媛丢粪的样子。结果下一刻，他们就看到苏媛拿起了辣椒面，倒入了盆盆奶中。你疯了吗？熊猫怎么能吃辣？它的肠胃根本受不了这种刺激，会出事的。快把东西放下！可专家们的惊呼和呵斥都还没落下，满脸急不可耐的熊猫妈妈就已经冲了过来。一头大熊猫在生完小熊猫后，竟然开始发狂。就在专家们束手无策时，男人将奶中加入辣椒粉，大熊猫闻到味道后就飞奔而来，一口气就把一盆奶给炫完了。一众专家都傻眼了。卧槽，这特喵也行！刚刚这家伙不是不肯喝奶的吗？把盆盆奶一饮而尽，熊猫妈妈看着苏媛露出了笑容。好喝，还想要？熊猫妈妈一脸期待地看着苏媛。你还想要喝啊？熊妈立马点头。不行不行，你不能喝了。那就再来一点点好不好？就一点点。一点点也不行，一天就只能喝这么多。见苏媛拒绝，熊妈直接发动了撒娇攻势，庞大的身躯往前一拱，熊爪再一抱，死死地抱住苏媛的大腿，然后用它那毛茸茸的大脑袋开始疯狂地蹭着。抱腿杀！这还是那个暴躁的大熊猫吗？就这撒娇卖萌的熟练度，完全超过了动物园里养了多年的头牌啊！可是你真的不能再喝了。辣味对熊猫的肠胃伤害本就大，喝一回可能还没多大事，可若是开了这个口子，这家伙顿顿都要喝，可就坏事了。见苏媛油盐不进，熊妈呜咽着松开了爪子，蹲在了地上，开始思考熊生。约莫着做了10几秒后，熊妈居然直接躺地上，然后开始打滚。这是要干啥？撒泼打滚要奶喝吗？和众人的懵逼不同，苏媛却是皱起了眉头。熊妈的心声显示，她现在肚子很痛。有问题，这家伙不是撒娇。苏媛赶忙靠近，来到了熊猫的身边。此时的熊妈紧紧地皱着眉头，汗珠一颗颗的从额头滑落，明眼人一看便能看出，此时的熊妈特别痛苦。果然出事了，这一看就是你刚刚喂的奶的问题。都说了喝辣的熊猫受不了，你还不听，现在出问题了吧？不可能，刚刚熊猫喝奶都很开心的，要是辣的话，它不可能会喝的。切，不是盆盆奶，又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之前的生产阵痛？生产已经这么久了，阵痛不可能还在。就是，要是有的话，也不可能现在才出现。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刚刚的辣椒面出了问题。小伙子，你知道蓄意谋害国宝大熊猫是什么罪吗？看着他们落井下石的模样，苏媛却是笑。我不知道蓄意谋害大熊猫是什么罪，但我知道恶意诋毁是什么罪。亏你们还是专家。熊猫肚子疼，你们想到的第一个点，居然是吃坏的。那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一个沉稳的身影从远处缓缓走来，看模样似乎是这群专家的领导，因为他一出声，其他人都闭嘴了。我就问一件事情，刚刚熊猫崽子出生，你们是否把胎盘清理了出来？这话一出，众人都是愣住了。熊猫崽子刚出生，这熊猫就暴怒，挠伤了我们，所以胎盘还在里面，是吧？听着领头专家的问话，其他专家噤声，不敢再说。领头的专家叹了一口气，目光看向苏媛。所以你认为是因为胎盘的遗留才导致熊猫肚子疼的？不是，因为熊猫肚子里还有一胎。这话一出，几个专家直接炸毛了。毛头小子就是毛头小子，我还以为他有什么见解。你以为你是谁呀？这熊猫要是双胞胎，我直接倒立吃翔。听着周围人的质疑声，他没有反驳，只是轻轻地在熊妈的肚子上揉了揉。这一揉，熊妈的痛楚果然降低了不少，而且肚皮上还出现了一个小鼓包，这个鼓包居然还在动，左边来一脚，右边再来一脚，很明显的胎动。刚刚是谁说要吃翔的？原本的质疑哑然无声，所有人都看着熊猫妈妈以及她肚子上的轻微鼓包。怎么会？第二胎怎么会相隔这么久？从第一胎的诞生到现在，起码有半个多小时了。第二胎怎么可能现在才出现动静？
熊妈刚刚应该是饿得没力气了，所以宫缩也减弱了。可是，安静，一个个的像什么话？天天自诩研究熊猫几十年，到头来却是连个小伙子都不如。刚刚谁说要倒立吃翔的？我希望你能言出必行。杨所，这不好吧？我看就挺好。这次过后，所里所有的专家、教授都要进行考核，考核不通过的，全给我滚蛋！随后，杨所长马上让人给苏媛打下手，给熊猫继续接生。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只粉粉嫩嫩的小家伙终于出生了。苏媛马上抱着2只小家伙来到了杨所的面前。杨所，你们需要检查一下熊猫幼崽吗？需要。一只难产，一只虚弱，2只幼崽都必须检查情况，然后进行评估。杨所刚接过熊猫幼崽，熊妈一声怒吼，直接冲了过来，一把就抢回了自己的崽子，护在怀里。瞪了眼杨所，又充满信任的把小崽子塞到了苏媛的怀里。只能你抱，其他人不准碰。看着龇牙咧嘴的熊妈，杨所脸上写满了无奈。这区别对待也太大了吧！我才抱了一下，怎么就被吼了？杨所，这可怎么搞啊？苏园长，那就只能麻烦你抱着来检查。随后几个熊猫专家拿着听诊器走了过来，开始检查小熊猫的状况。熊妈的眼睛盯着这些小心靠近的专家们，那威胁的意味溢于言表。你们要是敢乱来，看我不咬你们！因为暴躁的熊妈就在一旁守着。专家们的动作特别的轻柔，听诊器是小心心的放在小崽子的胸膛上，体温计也是特别的轻柔的放置，每一步都很轻很柔，每一项检查都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好在检查顺利完成了，不过几个专家皱着眉头看着检查数据，心里有些沉重。男人没花1分钱，竟然得到了2只小熊猫和熊妈的抚养权。原来是刚刚2只熊猫崽刚完成出生检查后发现，各项指标都非常差，无论是心跳还是呼吸都很弱，而且体温也到了临界值。这情况必须进行专业的护理，根本无法放归野外。苏媛刚准备把小熊猫交给专家团，不料熊妈突然暴起，拦在了苏媛的身前。如此近距离的暴怒，把专家们都给吓了一跳。除了我身后这个2脚兽，其他的2脚兽都别想碰我的孩子。这熊妈是铁了心，除了苏媛，谁都别想碰。几个专家也只能干瞪眼。最后几个专家商议后一致决定将熊妈和熊猫崽交给苏媛照料，而且还配了2位专业人才一起打包带走。就在几人准备离开时，熊妈忽然拉住了苏媛。等一下，我洞里还有存粮，要带着一起走。苏媛无奈一笑，谁让人家是国宝呢，只能宠着。见苏媛和熊妈又往回走，张小云和刘教授对视一眼后，立马跟上。很快，几人就是来到了一个山洞，一眼看去，洞里面还有大堆的嫩竹。真是个合格的吃货啊！苏园长，这家伙是准备带着竹子一起回去吧？应该是这样。几人刚准备搬竹子，张小云忽然拍了拍苏媛的肩膀：“元哥，你看那是啥？”顺着目光看了过去，在洞那一角，赫然长着一朵深褐色带着菌盖的蘑菇。是灵芝。刘教授只是看了一眼，就点明了身份。灵芝，卧槽，这是宝物啊！什么宝物啊？就是普通药材。至于流传的灵芝神药啥的，都是药贩子炒作、虚抬价格的手段罢了。刘教授，一朵不值钱，那一片呢？刘教授本不以为意，可当看清了远处的情况后，哪怕是他都愣住了。在苏媛所看的那片区域，有着一片又一片的灵芝。这看着激动不已的刘教授，张小云反而有些懵了。教授，你刚刚不是说这价值不高吗？怎么现在这么激动啊？你不懂，市面上的灵芝和这片灵芝不一样。你看这些灵芝的根系，看它们的生长方式，我怀疑这些灵芝不是单独存在，而是共生体。说白点，这些灵芝很可能是同一个母体长出来的。您的意思是这些灵芝居然是同一株？面对张小云的质疑，刘教授可没工夫解释，他直接来到了那片灵芝田的附近，开始小心翼翼地挖了起来。熊妈疑惑地看着这些莫名其妙的人类。搞快点，搞快点！我还要带着我的竹子去住新家。听着熊妈的心声，苏媛都有些想笑，揉了揉她的脑袋，让她安稳一点后，她也好奇地走了过去。张小云也是跟着一起挖起了这片灵芝田。在刘教授的指挥下，灵芝田的全貌呈现在了几人面前。只见一片密密麻麻的灵芝连成一体的巨大菌丝网络，一眼看去无比的震惊。刘教授一边丈量着面积，一边解释：菌丝体在地下蔓延，条件合适就能不断长出子体。说到一半，刘教授突然顿住了。我的天，这株灵芝的地下覆盖面居然有1300多个平方啊！什么玩意？1300多个平方？真的假的啊？占地1300多个平方，那这灵芝的生长年份应该是1000多年啊！我的发，刘教授，你是说这是一株千年灵芝？那特喵的不是虚构的吗？对了，问老钱，老钱他是植物教授，他肯定知道。刘教授赶紧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过去。喂，老钱啊，
是我，刘明远。我给你发了个图片，你看看。就在刚刚，鸿蒙动物园的苏园长发现了一株疑似千年灵芝。什么？我看看。你先别挂电话。电话的那头陷入了寂静，对方应该是在看图片。苏园长，这是植物研究所的前教授，国内顶尖的真菌学家。他们研究所现在就在研究灵芝的药用价值。若是他们打算出价购买，你卖还是不卖？闻言，苏元明显一愣。动物园现在正缺钱呢，当然是卖啊。对方要是出价合适，当然卖。卧槽，老刘，你客喵的在听吗？在听，你说。太难得了，你和那个苏园长说，我们所愿意出价2300万收购，他只要点个头，资金立马到账。刘教授看向了苏元，询问他的意思。苏元马上点了点头，表示同意。那就打钱吧，我们苏园长同意了。把账号发过来，我们立马转账。你们不要再挖了，千万不要再挖了。很快，苏元的账户便是来了到账短信。丁，你尾号4918的账户到账2300万元。看着到账短信，苏元心中大定，有了这笔钱，动物园短期内都不用筹钱的问题了。钱教授迅速赶到现场，简单的交接过后，苏元带着熊妈，当然还有熊猫的存粮回去。到了动物园，几人直接来到了熊猫馆。刘教授看到熊猫馆里的一只萨摩耶，眼睛一亮。苏园长，这是几个意思啊？哈哈，这是别人弃养在我们动物园门口的，我看着挺合适的，就给放这了。怎么样，和熊猫很像吧？行吧，你的动物园你做主，我们还是先看下熊猫崽子的情况。刘教授直入主题，准备先看看小崽子的情况。苏元点头，把小崽子抱到怀里，让刘教授检查，而熊妈则在一旁守着。原住民萨摩耶看到突然来了这么多客人，也很是兴奋，汪汪汪的就跑了过来。张小云带着笑，蹲下身子逗着这个小家伙。还好情况没有恶化，而且体温还回升了一些，后续保持住问题就不大。就在此时，萨摩耶突然应激，狂吠不断。不仅如此，熊妈也是站起了身子，把苏元和小崽子护在身后。而在笼舍的门口，一只身躯庞大、身上铺着金黄色毛皮的家伙走了进来，才看清虎妈的模样。张小云和刘教授也傻眼了。卧槽，这家伙没拴绳子。几人正在给熊猫崽崽检查身体，没想到一只东北虎悄摸地走了过来。就在两人一狗被吓得不知所措时，啪的一声脆响突然响起，竟然是苏元，直接上前给了虎妈来了一个脑瓜崩。你不在虎园好好待着，跑这来干啥？不好玩，老娘跑出来的。你这家伙，你看把他们给吓的。苏元指了指还处于应激状态的狗子和熊妈，又指了指如同雕塑一般的张小云。刘教授，我又没干啥，下次注意好不好？别生气，陪我玩玩嘛。行吧，你跟我过来。刘教授，小云不怕，这家伙不伤人的。来，虎妈笑一个。虎妈皱着张脸挤了半天，可算是挤出笑容出来，就是这皮笑肉不笑的模样，着实是把刘教授和张小云给看懵了。而熊妈看着在苏元手下这么听话的老虎，也是放下了警惕，靠了过来，还闻了闻虎妈的味道。对于熊妈的靠近，虎妈却是没什么太大的反应，甚至大方地让她闻。苏元见状，也是来了兴致。你们俩现在也算是认识了。这个是熊妈，才刚刚生完小宝宝；这个是虎妈，之前在其他地方遭了苦，现在来了我们这，是不是要一起好好的？苏园长这是要干啥？让熊猫和老虎交朋友？开玩笑的吧？两个人都被苏元的举动给整懵了，不过更猛的还在后边。只见熊妈和虎妈在张小云和刘教授二人无比震惊的目光中，伸出了前掌相握，刘教授的下巴差点没掉地上。我的天，这特喵的奇迹呀！而此时动物园门口来了几个西装革履的人员，门卫老张看到几人，赶忙上前迎接。王局，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快里面请。老张啊，你们动物园最近怎么样？托您的福，还算不错。咱动物园新引进的东北虎，温顺的像只大猫，撒娇卖萌样样俱全。而且今天我们这还引进了一只熊猫，我们苏园长都有些烦了，说那熊猫特别粘人呢。老张啊，你这嘴有几句能信的？东北虎温顺的像大猫，熊猫粘人。你说的熊猫，别是你们那只在熊猫园里的萨摩耶吧？听着王局长的调侃，老张不乐意了。王局长，你要是不信，跟着我来看一下。行，那我们就跟着去看看，是不是真的有什么温顺的像大猫的老虎，还有什么粘人的熊猫。其他人闻言也是哈哈笑着点头。老张的性格他们都知道，那嘴是真没说，死的都能说成活的。于是在老张的带领下，王局及一众随行人员来到了熊猫园。本想看笑话的众人都愣住了，只见一只老虎、一只熊猫、一只狗，三种完全不搭嘎的动物，此时居然都在里面，而且还在其一起玩警察抓小偷。只见东北虎在前面跑，熊猫在后面追，追到了又追逃换位。我勒个去，熊猫和老虎成了朋友，这放出去的惊掉多少人的下巴。此时苏元也发现了王局长一行人，连忙就走了出来迎接。
王局长，欢迎欢迎，走去办公室，我那有一壶不错的茶。就不去了，小苏啊，我来就是有个事要问你。王局，您指示。是这样的，你们动物园不是有一本救援证吗？咱们这一片山林，野生动物资源丰富，单靠我们林业局也忙不过来。我希望你们可以帮忙救助保护山林里的野生动物。我们是有救援证，不过我们救助的时候可以把动物带回来吗？当然可以，而且救治的动物也是有专项补助的。免费的动物还有专项经费，这哪里有拒绝的道理？当然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有你的加入，我们的工作绝对能轻松很多啊！对了，你们看天气预报了吗？看了，说今天晚上有暴雨。今天晚上台风要登陆了，这次的雨可能会比预想中的更大一点。你们趁着天色还早，赶紧做好准备。送走王局长一行，苏元赶忙带着老张等人忙活起来。值得王局长如此郑重的提醒，晚上的风雨绝对不小。几人一连忙活了一个下午，把动物园里里外外都检查了一遍。等做好一切，天色也是彻底黑了下来。令人头皮发麻的雷声骤然响起，雷声之后，狂风骤起，如同石子般大小的水珠拼命地砸了下来。众人一起在房中躲雨，听着头顶瓦片发出的吱呀吱呀的声音。你们这瓦房还滴水啊？老张，这2天先安排人把房子给修了，就这样子，指不定哪天就塌了。苏元的话还没说完，屋顶的吱呀声更明显，轰的一声巨响，房顶塌了，然后2个家伙直接从屋顶掉了下来，正是熊妈还有虎妈。Hello， 晚上好啊！看着从天而降的熊妈和虎妈，现场几人都懵了，就连雨水打到脸上都没感觉。都别愣着了，赶紧转移阵地，屋顶都没了，再待下去都得感冒。苏元带着熊妈和虎妈赶紧来到了偏房，先找来毛巾给熊妈和虎妈擦干净。苏元再用吹风机给2个家伙吹毛发。熊妈还好点，虽然有些反抗，但还是老老实实的让听。唯有虎妈听到吹风机的声音就不得劲，龇牙咧嘴，把老张等人都给吓了出去。干啥呢？给你吹干来，要不然感冒了。老娘不用那玩意儿，就老娘这体质，不可能感冒。行，这可是你说的，感冒了可不怪我。虎妈见苏元转头，然后开始用她的大脑残蹭着苏元的衣服。苏元看着虎妈，哭笑不得。你这家伙，我真的是……苏元正准备再说些什么，结果熊妈又靠了过来，2只胖胖的爪子直接抱住了苏元的大腿，然后也开始用她的大脑袋蹭着苏元的裤腿。你们俩真的是够了！不要松开，打雷，怕！熊妈抬起眼睛，委屈巴巴地看着苏元。一旁的虎妈见状，也是轻轻地靠了过来，贴着苏元席地而躺，看着2个家伙，苏元叹了口气，还能怎么办？当然是选择原谅他嘛。左手抱着虎妈，右手抱着熊妈，就这样苏元慢慢地睡着了。紧接上集，男人抱着东北虎和大熊猫一觉睡到了天明。刚起床，男人就发现整个动物园被昨夜的狂风暴雨吹得到处都是垃圾。就在他打扫卫生时，2只国宝级的动物突然跑过来帮忙。只见东北虎用灵活的尾巴左右扫动，还真就把一些垃圾扫到了苏元的脖子。而熊妈则更是干脆了，直接用屁股把垃圾给顶过来。看着把自己折腾得满身泥泞的2个家伙，苏元是一头脑袋2个大。你们2个到底是来帮忙还是来捣乱的？哎，虎妈，你干啥呢？只见本还在用尾巴打扫卫生的虎妈，似乎是闻到了什么味道，径直的就走到了动物园的一角，鼻子疯狂耸动。有味道，是猴子的味道。听到虎妈心声的苏元也是愣住了，眉头皱起，径直来到了虎妈的身边。有猴子就在下面，还活着。小云，来帮个忙，这里好像有动物被困了。苏元赶忙把小云喊来，2人一起用力把大石头抬了起来。随着石头被搬开，下面的身影也是显露了出来。这是一只有着金色毛发、全身毛茸茸的小家伙，似乎是受伤太严重。小家伙蜷缩在碎石堆里，奄奄一息。这是金丝猴，快把它救出来！几人马上带着金丝猴来到了医务室。刘教授根据现有的设施，给小金丝猴做了个全面检查。不幸中的万幸，小家伙应该是从山上摔下来的，只是外伤以及轻微的脑震荡。他能喝奶吗？我给他泡点奶喝。可以，就用熊妈崽子的奶粉冲泡。很快，苏元就把冲泡好的温牛奶带了过来，尝试着喂给小金丝猴。似乎是真饿了，奶嘴才碰到小金丝猴的嘴唇，这家伙就开始了大口吮吸。能吃就能活，问题不大了。一瓶奶很快就喝完了，小金丝猴也是渐渐的醒了过来。才刚睁眼，小金丝猴就是满脸的惊恐和焦躁。山塌了，危险，危险！苏元小心地安抚着小家伙，在这轻柔的动作下，小家伙的情绪平静了不少。小家伙看着苏元，似乎知道就是这个人类救了他。谢谢你，可是我的同伴还在山里，我要去救他们。小家伙挣扎着就想要起身，似乎还准备进山。你受伤了，不能进山。那你带我一起去救，好不好？求你了。元哥，他是怎么了？他的同伴也应该被困了，他想要进山救援。那我们也去吧。当然去，我们收拾下东西。熊妈和虎妈看苏元要出门，也吵着要一起。
苏元没办法，就带着2只国宝一起上山救援。走了半个小时，终于赶到了地方。只见林业局的王局长带着几个救援队的人已经到了，正在一起费力地推着巨石。而在巨石之下，一只被压着的猴子正在发出哀鸣。可费了半天劲，这石头依旧是纹丝不动。不行了，王局长，根本推不动啊！就在此时，突然新的力量加入，居然让巨石动了一下。刹那间，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只见一身斑斓毛发的金色大虎和一只圆滚滚的大熊猫正低着头奋力前推。加油，虎妈、熊妈，继续！一声清脆的呼喊在虎妈和熊妈之间传了出来。到这时，众人才发现苏元的存在，实在是虎妈和熊妈的体型庞大，把中间的苏元给完全挡住了。居然是他喊来的老虎和熊猫！我的天，这么神奇的吗？一个转头的功夫，苏元发现这些人居然呆在原地，就那么瞪大眼睛看着他。你们愣着干嘛？帮忙啊！现在是看热闹的时候吗？干活，快帮忙，一起推！大家听我指令，一起用力！1、2、3，推！现场所有人都开始了努力，一声又一声的怒吼传出，同时传出还有虎妈和熊妈的低吼声。在一阵剧烈的摩擦声下，巨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缓慢后移，挪开了。卧槽，真挪开了！惊呼声下，刘教授带着医疗箱赶忙到了现场。张小云作为助手也是跟了过来，把猴子从头到尾都检查了一遍。刘教授怎么说？还好，这家伙应该是猴王，身体比较强壮，脂肪层也比较厚，所以受伤不是很严重，后续调养一下，问题不大。来，我们也先别歇着，现场还有其他猴子等着救援，大家伙再努力一下。话音落下，众人又加入了新的救援之中。苏元当然也没闲着，拉着虎妈和熊妈在现场各处奔波。2个半小时之后，现场的猴子全都被救了出来。救援过后的众人席地而坐休息着，聊天的内容基本不离苏元和老虎、熊猫。今天的这些事情太令人印象深刻了。此时，最开始救助的金丝猴拿着果子送给苏元，感谢你，梁教授，谢谢你的帮助。不止金丝猴妈妈如此，其他的金丝猴也是纷纷来到苏元的面前，给他道谢，一个个的拿着果子送给苏元。一小会儿的功夫，果子居然都堆成了小山。苏元看着也是哭笑不得。大家来分果子了，金丝猴感谢大家的救助，送果子来了。猴子送果子，我靠，这我得去吃一个。好家伙，这猴子也太聪明了吧！惊呼声下，众人全都靠了过来，一人拿了一个，吃得不亦乐乎。这种山里的野果子虽然没有市场上的那么甜，但味道却是独一无二的，酸甜涩，味道交融，再加上是劳苦之后的谢礼，众人吃的都很开心。不过就在此时，现场的临时指挥急急忙忙地找到王局，似乎有什么事要汇报。怎么了？有啥事？是小虎，我刚刚让他去山下给大家买些水来，可回来的路上掉泥坑里去了。人现在在哪里？赶紧带路啊！男人刚带领众人救治了一群金丝猴，不料一名救援人员不慎掉进了泥潭里。只见整个泥塘的边缘全身丝滑的烂泥，根本就没有着力点。在泥塘的中心位置，小虎肩膀以下已经全部陷进泥泞里了，估计再有个几分钟就得全陷进去。一个救援人员顾不得其他，直接就踏入了泥泞，才走了2步，救援人员就差点滑倒。还好附近的人员眼疾手快，一把扶住拉了上来。这怎么整？全是烂泥，根本就进不去了。扔绳子，让小虎抓住绳子，我们再拉出来。对，快扔绳子。有了方法后，众人赶忙找来粗麻绳，并在绳子的尽头绑上石头，用力一扔，绳子准确地落在了小虎的身旁。抓住，用力抓住，我们拉你上来。拉不住啊，我的手被困住了。他的手已经陷进了泥泞之中，根本就伸不出来。他甚至想要嘴去咬住绳子，可脑袋活动的距离有限，根本咬不住。在一旁的王局长着急的直接就往泥坑里冲。苏元距离王局最近，一把就拉住了这家伙。局长，你冷静点。我不去，你不去，小虎谁去救？我们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他陷进去吗？有办法，你别急。猴王，过来一下。苏元转头把之前救出来的猴王招呼了过来。猴王对于苏元还是挺有好感的，毕竟刚刚就是这个人救出了他。怎么了？你们能想办法救救那个人吗？当然没问题，看我们的。猴王转头直接把没受伤的猴子给喊了过来，一声令下，猴群来到了小虎正上方的一棵大树之上。一只猴子抓住一只猴子的脚挂了下来，之后一只又一只组成了猴链，来到了小虎的身边。我的妈呀，猴子捞月，是猴子捞月啊！苏园长居然让猴群重现了猴子捞月，太牛了吧！什么捞月啊？这捞的明明是人。苏园长，这次可真是多谢你了，之前的救援，现在的救人，真是感激不尽啊！王局，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我们快点拉绳子，小虎都要陷进去了。此时的猴群已经把之前的绳子捆在了小虎的腋下，依靠猴群的力，肯定是拉不起深陷泥泞的小虎，所以还是得靠绳子来拉。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下，小虎被顺利的救了上来。重获新生的小虎，那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找到苏元，差点没给他跪下。救援结束后，苏元一行人也开始下山了。
一群金丝猴听说山下包吃包住，也都跟了过来。就在此时，轻微的叫声从不远处的石队处传出。元哥，有动静。队伍最前方的苏元听到，走了过来。小云，怎么了？那里有动静。疑惑之下，苏元走了过去，小心的把石头挪开。一只浑身都是泥浆的小家伙出现在了面前。这是小狼崽。此时的红龙动物园门口，一个头发花白、腰板挺直的老头看着老张，笑骂不已。老张，你可别给我吹了，咱们整个动物园只有20万，哪里来到老虎和熊猫啊？老爷，是真的，老虎、熊猫都有，我骗你干啥？好，是真的。那动物呢？哪里去了？动物都被小袁带去山里了。怎么去的？走路去的。老张，就你说的这话，你自己信不信？还走路去的？咋地？小袁能牵着老虎、熊猫进山吗？这是老虎，不是狗。你这家伙真的是越老越糊涂。我说的都是真话，怎么就不信我呢？小袁回来了，老爷你快看！苏建国连忙转头看去，只见2只国宝在前方开路，苏元抱着一只狼崽，身后跟着2人和一群金丝猴。苏建国看了看老张，又看了看远处的苏元，愣了半晌。所以你说的都是真的？当然是真的，要不然你以为我在给你编故事呢？老头，你来怎么也不打声招呼啊？听到苏元这声称呼，苏建国差点气背过去。和你说过多少遍了，别叫我老头子，要叫我爷爷。谁家正经爷爷会给自己孙子留一个破产的动物园？而且我爸我妈也不知道跑哪度假去了，他儿子搁这累死累活的，老头子，你说你该不该管？苏建国还想反驳，但依旧不知道说啥。想了半天，他只能掏出手机打给了他儿子。奶奶个腿的，你还跑去度假了？赶紧给我滚过来！明天早上要是见不到你们，打断你的狗腿！几句话下，苏建国直接把手机一挂，然后满脸堆着笑的看着苏元。你爸妈以前就是在农科院搞动物研究，让他们过来给你喂喂动物，你觉得怎么样？这还差不多。等到第2天一早，一辆长城炮就停在了动物园的门口，紧接着一个风姿卓越、打扮精致的中年美妇就是下了车，才看到出来的苏元，直接快步上去，一把搂在怀里。我的宝贝儿子，怎么这么瘦了？这段时间是不是没好好吃饭？没瘦，最近吃的老好了。对了，我爸呢？别提你爸了，听说你驯服了东北虎啥的，倔脾气就上来了，一大早就进了山，说也要驯服个动物回来给你开开眼。就在此时，一阵轰鸣声突然从山里传了出来，只见一辆摩托车以一种近乎玩命的速度从山道上飞驰而下，骑在车上的人赫然就是苏元的父亲苏大强。此刻苏大强的脸上全是惊恐，他一边疯狂拧油门，一边回头张望，而在他的摩托车后面尘土飞扬，紧跟着7、8头体型矫健、眼神凶狠的森林狼。苏母脸色惨白，连忙把苏元拉到身后。苏建国和老张也是听到了动静，带着家伙就跑过来。可等看到远处的场景后，也都是脸色一变。等狼群靠近了点，苏元马上开始倾听动物的心声，狼王的心声传入了苏元的脑海之中。敢偷走我的孩子，不可饶恕！搞什么？老爸怎么还抢人家孩子啊？男人在回家的路上意外救助一只小狼崽，没想到第2天男人的伟大事实被野狼群误认为是偷狼，被一路追杀到了家门口。就在一群野狼和几人剑拔弩张的时，苏元飞奔回动物园，把昨天救助的小狼崽带到了野狼王身边。是他，从前天晚上下大雨和他走丢后，我就一直在找他。这小家伙昨天差点死在山上，还好我们路过碰到了，现在你崽子也找到了，赶快回去吧。你等我一下，我有东西给你。狼王转头飞速离开，约莫着就1分多钟不到，狼王去而复返，不仅回来了，这家伙还带了一份礼物给苏元。谢谢你，没有你的救治，我的崽崽肯定已经没了。这是野山参，锦缎皮、铁线纹，还有这密集的芦苇，这山参的年份应该有100年。真的假的？这玩意不是已经绝迹了吗？你们送的东西我很喜欢，吃饭没？要不跟我回去，我给你们做顿好吃的。狼王听到有吃的，立马点头。之后，在几人的忙碌下，每条狼的面前都有一个大盆子，而盆子前还有着大块大块的牛肉。狼王的眼睛都亮了。山里暴雨，无论是捕猎还是找野果，都比以往困难了很多。他们已经有很久没吃到这么丰盛的美食了。哈哈哈，这些家伙吃的也太快了吧！众人看着不远处吃饭的狼群，也都是哈哈大笑。不过就在此时，一群不速之客突然闯了进来。谁是管事的？你们这块地，我们老板看上了，麻溜的把字签了，然后搬走。突如其来的变故把原本的温馨瞬间打破，众人全都愣住了，就连吃着肉食的狼王也都看了过来。一份拆迁合同被甩在了地上，苏元的脸色如同冰窖。红龙动物园有足10多公顷，这么大的地方，觊觎的人自然不少。
特别是搞房地产的。难怪之前好好的动物园突然破产了，肯定有这些人的原因。小袁，无论你怎么想的，我们都支持你。园长，不怂他们。老张我以前也是当兵的。衣服一脱，老张露出了被岁月侵袭下的肌肉。苏妈和苏爸当然也不怂，一人拿着一把铁锹，站在了苏元面前。看到他们这副模样，带头的小混混大手一挥，外边又涌进来一群黑衣男子。这些人表情严肃，手上还拿着棒球棍，意味已经很明显了，敬酒不吃，就等着吃罚酒。只给你们10分钟，10分钟一过，你们要是不签字，可别怪我下手太黑。我就这么和你们说吧，一条人命100万，你们这几个撑死了不到1000万，我们老板还是不差这个钱的。这么说的话，你们这么多人，一个要是算100万的话，我好像赔不起啊。这话一出，小混混愣住了，哈哈哈哈！你赔个的啊！你就剩1分钟了，要是不签字，老子干死你！杂毛举起棒球棍，嚣张的要翻天。看着这家伙，苏元一拍大腿，好像想到了什么。对啊，我不用赔钱，毕竟干你们的不是人，是野生动物。狼王，帮我干他们，事成后包吃包住。狼王眼睛一亮，瞥了那杂毛一眼，抬头就是一声狼吼。紧随狼王之后，现场的其他几匹狼也是一样的，抬头狼笑。切，就是几匹狼而已，还以为你们有什么底牌。小混混轻蔑一笑，突然一声狼啸从后方传出，紧接着一声又一声的狼啸紧随其后，一时间狼啸成片。小袁，这是什么情况？他们不是人多吗？现在看看谁的人多。应该是狼多。苏元的话音才落，一条又一条的野狼冲了进来，密密麻麻的，足足有上百条。原本还嚣张不已的小混混，顿时吓得腿肚子都在打颤。他妈的，哪里来的这么多狼啊？现在你觉得你们人多吗？或者说你们觉得我的狼还不够多？如果还不够的话，虎妈。震耳欲聋的虎啸声骤然响起，一身金黄色的毛发的虎妈迈着沉稳的步子来到了苏元的身旁，金黄色的树瞳死死地盯着杂毛以及那些黑衣男子。我操！老虎！狼群的出现就已经让他浑身发颤，而现在老虎的出现让他再也撑不住了，怪叫一声，小混混拔腿就跑。其他的黑衣人员也是如梦初醒，哭爹喊娘的就往外冲。刚刚还不可一世的地痞流氓，眨眼间全跑了，一连跑了7、8里地。见狼群和东北虎没有追，小混混才松了口气，掏出手机拨通了个电话。姓王的，你那破活儿，谁干谁干，反正老子是不干了。你知道老子刚刚看到了什么吗？上百条狼，还特么有老虎。我给你加钱，加多少钱老子都不接。啪的一下，电话挂断。小混混惊魂未定地看了眼身后，此时某豪华办公室，一个西装革履、带肚便便的男子坐在主位，听着手机里的忙音，脸色铁青。看，好不容易把这动物园搞破产，现在又整这事。开发山林别墅是他的重中之重，可就那么好死不死的被这动物园卡住了。喂，我要的东西都收了吗？老板，我办事你放心。红龙动物园里，苏元对狼王表达着感谢。这次要不是狼王喊来这么多的小弟，只依靠虎妈可还解决不了。小事一桩，而且要麻烦的是我们。怎么了？这次的暴雨摧毁了我们很大部分的领地，而且不少的同伴都受伤了。对于团队合作的狼群来说，受伤则意味着拖累。苏元顿时了然。没问题，你们同伴想要留下的全都可以留下，而且为了表达对你们的感谢，我会在动物园的附近设立定点投喂，你们只要找不到吃的了，就能来投喂点自行取食。狼王深深地看了苏元一眼，他原本想的是这个地方能接收他的部分同伴就已经很不错了，却是没曾想到这个人类不仅接收他的同伴，还设立喂食点。他果断地再次转身跑进了山里，这次一去一回花了10多分钟的时间，狼王又带着谢礼回来了。男人答应狼王收留族群里受伤的野狼，狼王为了感谢男人，便从山上叼下来一块金灿灿的金属。看着狼王扔在地上的东西，苏元都愣住了。这麻麻赖赖、黄澄澄的玩意，怎么那么像狗头金啊？没错，就是狗头金。真是狗头金呀！这玩意儿可值老鼻子钱了。之前就看过新闻，一块狗头金卖了几百万呢。这么大一块，这狗头金哪怕纯度不高，可能都有上千万了。大强，这玩意能值上千万？主要是稀缺，而且是天然金，这东西的贵在收藏、研究价值上。一些特殊形状的，应该还会更贵。这狼王我喜欢，送礼狼王啊，哈哈哈！老爸，你们路过，找个销路把这狗头金给卖了，好修缮我们的动物园。苏大强闻言也是连连点头，有老爸处理这个事，苏元也放心。之后在苏元的安排下，狼群之中受伤了的森林狼入住了狼舍，野狼入住后，狼王便带着他的小崽子，还有其他健康的森林狼回到了山林之中。第二天清扫干净了的动物园再次营业，不过游客还是零零闪闪的几个人。就在苏元发愁如何才能把动物园的名声打出去时，惊呼声突然响起：“快来人啊！有人跳到狼窝里了！”苏元脸色一变，
直接就往声音的来源而去。等苏元到了狼舍的时候，现场围了不少人。今天来的游客几乎都在这里，一个个的指着狼舍的情况议论纷纷。那家伙也是该死，非要站在围栏上自拍，这下好了吧，直接掉下去了。园长来了没？赶紧喊人啊！来了，我就是园长。听到园长来了，游客们纷纷给苏元让开了道路。苏元靠近后，就看到一个年轻的男游客正瘫坐在狼舍里，面无人色，浑身发抖，而几只昨天留下的受伤森林狼站在了他的旁边，冰冷的目光落在了哪个不速之客身上。园长，别发愣啊，快点救人啊！是啊，园长，快点打麻醉枪啊！没有枪扔炮仗也可以啊。此时张小云把一挂爆竹给到了苏元，苏元见状却是摇了摇头，反而把手机拿了出来，打开了视频拍摄，递给了苏母。儿子，你要干嘛？正好发愁如何把咱们动物园的名声打响，这不刚好有了。这话一出，一众游客更是指指点点，议论纷纷。你这园长怎么回事？疯了吧？人都掉进去了，你还有心思拍视频？太不负责任了！报警吧，我拍个视频做证据。游客们纷纷掏出手机，报警的报警，拍视频的拍视频。苏元却不管他们，只是把手放进了嘴里，吹出了一声响亮的口哨。原本正靠近男游客的森林狼们齐刷刷地看向了苏元，只见苏元一直在比划着什么，野狼们看了一会就明白他的意思，便开始嚎叫。不过这突然的嚎叫，吓得男游客都要疯了。救命啊！报警，帮我报警啊！远方的人呢？怎么没人来啊？地面上的其他游客也是慌得很，纷纷看向苏元。园长，你就别拍视频了，快救人吧！这要是出人命了，你这动物园的关门啊！不过就在此时，一声国粹突然响起，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了过去。只见原本靠近的森林狼居然没有扑杀男游客，反而来到了围挡附近，开始搭建狼梯。其中一只森林狼更是轻轻地来到了惊慌失措的男游客身边，拱了拱他，似乎是准备让他往上爬。这一下直接把男人给干懵逼了，就连苏母等人也是愣住了，一个个的眼睛瞪大，看着狼梯有些傻眼。你愣着干啥？快出来啊！游客如梦初醒，连滚带爬的来到了狼梯的附近，然后异常小心的踩在了森林狼的背上，一脚踩下，特别的坚实，而且狼群没有异动。男游客连忙加快了步伐，3步2步就到了狼梯的最顶端。当男游客来到护栏外边时，差点瘫倒在地上，之后便是一股喜悦直冲脑门。园长，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太感谢你了。哎，你感谢归感谢，鼻涕可别往我身上 K 啊！周围游客轻笑出声，而这个时候，之前游客报的警也来了现场。是谁报的警？是我报的警。一个游客连忙上前，然后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通。警察看了眼游客，又看了眼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获救男子。你特喵的在开玩笑的吗？报假警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似乎是知道警察不信，那游客把自己刚刚拍摄的视频给了警察看。卧槽，还真是，你们这动物园有点东西啊！之后警察嘱咐几句注意安全的话语后就离开了。警察走了，苏元却是和张小云来到了书房剪辑视频，发了出去。只用了1个多小时，视频的播放量就已经达到了几百万。此时某豪华办公室内，宏达地产的董事长王长林也刷到了红龙动物园发布的视频。当他看到狼梯成型时，心里就知道这个视频绝对能火。但是要说谁最不想看到红龙动物园的火，那第一名绝对是他王长林。不能让他火，哪怕要火也不能这么简单。王长林咬牙切齿地拨通了一个电话，直接砸了500万下去，买通水军写黑稿。于是红龙动物园刚发布的视频评论区就开始了谩骂。我还以为啥呢？这一看就是摆拍，看到那些狼了不？都是受伤的狼，怎么可能搭狼梯？2分13秒的细节，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到？切屏剪辑了，破案了，又是个剧本摆拍，没意思，连动物园都摆拍了，现在还有什么是可信的？水军的言论很有针对性，每一条都对准了常识，普遍就一个意思，怎么可能是真的？本就两边倒的普通网民，瞬间就被带了节奏。难怪了，现在这些人真是不学好，啥不要脸的事都干。舆论瞬间被引导，各种质疑层出不穷。元哥，这可怎么办啊？这样下去，我们动物园就要被黑上热搜了。别急，现在你把汇总好的游客的视角和监控的视角一起发上去。张小云马上照做，很快一个又一个的视频相继出现在网络之上。一镜到底的监控视频，我的天，这居然是真的！红龙动物园也太牛了吧！我了个去，游客的现场视频也出现了，那些说是剧本的人呢？打脸了吧？在事情的反转下，红龙动物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登上了热搜。我掏他的猴子的，居然帮他免费上了热搜。就在此时，他的女秘书突然走了进来。老板，您要的东西已经到手了。男人正在动物园巡查时，竟然看见森林狼一手从树上踹下来一个人。原来是黑心地产商为了搞垮男人的动物园，竟然搞到了一种可以让动物发疯的药剂，然后将药剂交给了得力干将老莫。老莫也不负黑心老板的众望，连夜潜入了动物园，藏在了一棵大树上。等到白天人多的时候下手，最好再让发狂的动物咬上几个游客，这动物园就完蛋了。我真是个小天才。
老莫在树上沾沾自喜着，不过因为他潜入的有点早，等着等着就睡着了，而他的屁股也在不知不觉间滑了出来。到了天色大亮时，森林狼好奇地来到了大树边，看着露在外边的大屁股，想起了昨天搭狼梯救了一个人之后，苏元就给他们加了一顿大餐。那如果把这个人救下，应该也行。一声狼啸之下，狼舍里的森林狼齐齐而出，然后又开始了搭狼梯。卧槽，又现狼梯，快拍照！我的天，我也太幸运了吧！话说，是又有人掉进去了吗？管他呢！昨天刚在网络上看到，没想到今天又重现了，所有人都激动不已，现场动静很大，引来了苏元等人。刚到地方就看见正在搭建的狼梯，疑惑之下，苏元开始听森林狼的内心。我们救人，你等下给我们加餐。虽然听懂了森林狼的心声，苏元却是愣住了，看了狼舍一圈，苏元都没看到那个森林狼口中的人。在这，就是这。森林狼很是激动，三步两步窜到了树上，然后后腿一蹬，直接把睡着的老莫踹了下来。森林狼把人踹下后，才发觉自己太激动了，连忙又跑了下去查看老莫有没有摔伤之类的。而围栏边的人都懵了，卧槽，真有人掉下去了！不对啊，刚刚这人是在树上啊，而且他也没呼喊。不对劲，这个人不对劲。围栏上的人议论纷纷，而狼舍里的老莫直接懵逼了。我不是好好的在树上藏着的吗？怎么就掉下来了？而且这些狼要干嘛？不要拉我！老莫被狼群拉着来到了围栏边，然后催促着他上狼梯。不要搞了好吧，我是来干坏事的。围栏上的苏元也察觉了不对劲，于是马上掏出手机报了警，之后就催了一声狼哨。听着苏元的哨声，森林狼原本的好态度淡然无光，一只又一只的，直接把老莫给围住了。等了没多长时间，警察就赶到了现场。警察同志，他悄咪咪地躲在我们狼舍的树上，而且我们还从他身上搜出来了这个。警察疑惑地接过针剂，转手给了鉴定科的进行检查。很快，结果出来了，是狂犬病毒，而且是急发性的狂犬病毒。狂犬病毒有啥用啊？这种狂犬病毒一般是用给小白鼠做实验的，它只要注射进了动物体内，就会导致动物发疯、暴怒，而且是不可逆的。一个人偷偷摸摸地藏在树上，还带着一针让动物发疯的药剂，只要脑子没问题，都能知道这家伙要干嘛。陷害，一定是陷害！警察叔叔，一定要彻查，这种人绝对不能放过。安静，都安静！苏园长，你有什么想法吗？警察同志，我有一个猜测，但我希望在验证之前，你们先安排人去守着，要不然他一定会跑。听着苏元斩钉截铁的语气，警察队长在思虑片刻后，本着不放过的原则，一队便衣来到了目标的楼下。苏园长，人员已经就位，你可以验证了。苏元点了点头，用黑衣男子的手机拨通了王长林的电话。老莫，事情办得怎么样了？电话才接通，王长林的第一句话就暴露了他的身份。王老板，你好啊！只是一瞬间，王长林的背就湿透了，斗大的汗水从额头开始冒出。你想怎么样？只要你不报警，条件你随便提。你也别给我说条件了，你看看你身后吧。王长林一愣，目光后移，一声闷响，办公室的大门被破门锤给撞开了。紧接着，几名持枪便衣迅速而入，直接把王长林给抓获了。任务完成，目标已抓获。就当众人松口气时，突然的声音在手机那头响起：队长，有情况，王长林还涉及军事泄密活动。现场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所有游客都惊呆了。王长林背后牵扯出的大瓜远超苏元的预期，甚至市局领导都亲自来到了动物园，对苏元表示感谢。苏建国看到牙都笑掉了，拉着市局领导在茶室里吹牛皮，说自己这孙子多么给力，要不是市局领导和苏建国以前是战友，还真没工夫搭理他。没有管吹牛皮的爷爷，苏元来到了一旁接了一个电话。苏院长，我们在秦岭发现一只黑化云豹，一群动物园派出的专业饲养员都来了，只要能把它驯服就可以带回动物园。你也可以过来试试能不能驯服。得到消息的苏元马上带着张小云赶往秦岭。此时在秦岭山林之中，一声怒吼响起，一只体型不大但脾气巨暴的家伙正龇牙咧嘴地看着眼前的两脚兽。这家伙好凶啊，都打过镇静了，居然还如此的暴躁，着实是有些惊人。怎么说，让那些动物园的驯兽师过来了？这云豹可不是普通云豹，而是极其稀少的黑化云豹，无论放哪个动物园都是属于镇馆之宝的存在。而在得知黑化云豹的存在后，附近的一些动物园都派来了说客，想要把云豹带回家。那个红龙动物园的苏园长到哪里了？我刚刚打过电话了，他说要是急的话，可以不等他。行，那就不等，让其他动物园的人都进来吧。秦岭深处出现一只黑化云豹，一群动物园的驯兽师使出浑身解数，想要将其驯化，带回动物园当镇馆之宝。有用特殊玩具、特殊食物的，还有动物园还带了只母云豹过来，尝试使用美豹计，可最后全都没用。笼子里的黑化云豹除了朝他们吼叫外，没有其他的动作。唯一一次有变化的，也就是魔野的饲养员了。
这家伙居然带来了猫科动物最喜欢的猫薄荷。把猫薄荷放在黑化云豹面前的时候，这家伙难得的没有吼叫，只是疑惑的看了一句。就在众人以为魔也会抱得美抱归的时候，黑化云豹再次暴起，而且嘶吼的声音比以往更加的凶狠。就在所有人都没办法时，一声刹车声突然响起，苏元带着张小云赶到了现场。王局长赶忙上去带着两人来到了笼子旁。一众动物园的饲养员们看到这么个小年轻，都是议论纷纷。好家伙，来了个毛头小子，这家伙最多20来岁吧，能有什么经验？真是浪费时间。看着苏元，所有人都是一个意思，他们都搞不定的云豹，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更加不可能。苏园长，他说的也没错，你要是没信心的话，要不就别试了。刚刚发生的一切，王局长都在场，所以他对苏元也有了一丝的不看好。苏元则是没管他们在说什么，直接开启了倾听动物心声的能力。好困，好冷啊！这些两脚兽都不是好东西，尤其是那个拿猫薄荷的，太可恶了。听到云豹的心声，苏元疑惑地看了一眼猫薄荷，之后就去车里抱了一床被子出来。一床棉被能干嘛？这家伙不会是带不走云豹，想要捂死他吧？哎，干啥不行，浪费时间第一名。围观的饲养员们没有一个认为他行，而苏元也没管他们的闲言碎语，直接来到了笼子旁，把棉被慢慢塞了进去。来，小家伙，这个给你盖，很暖和的。棉被刚进的时候，云豹还有些暴躁，可等棉被全部进到了笼舍，盖到了云豹身上后，在场的饲养员全都瞪大了双眼，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因为之前一只发狂的小家伙，现在就静静的躺在棉被里面，闭着眼睛，很是舒坦。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啊！卧槽，一床被子就搞定了。不可能，一定有鬼，他一定在棉被里加了东西，一定是加了，肯定是镇静类的药剂啊！其他的饲养员听了这话，又重新看向了苏元。苏元本想否认，毕竟他没干过，可看着这些饲养员一脸期待的表情，他的想法却是变了。我没有，我绝对没有，你们别胡说。苏元的语气不是很坚定，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狡辩一样。这一下，就连一直力挺他的王局长都有点怀疑了，而一众饲养员连忙大喊，纷纷要杨所给个公道。杨所看了苏元一眼，皱了皱眉头，他感觉苏元是故意的，但他没有证据。既然这样，那就检测一下吧，看看是否有镇静成分的药剂。很快，棉被就被工作人员给重新取了出来，然后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完成了取样。取样完成，接下来就是等待结果的过程了。苏园长，没想到你看起来眉清目秀了，干起事来居然这么不讲道德啊！就是，我们都光明正大的进行引诱，这家伙居然直接玩科技与狠活，难怪一脸的自信。早就说了，这种人就不应该参加测试，浪费时间。苏园长，他们说的应该是假的吧？接二连三的嘲讽从他们的口中传出，把王局长都给听得心惊胆战的。苏元刚想解释一下，检测人员就出来了，所有质疑的人迅速围了过来。是不是有镇静成分？自信一点，肯定有。我们应该问放了多少镇静剂？是啊，要是超过标定剂量，可是要判刑的。我估计就看云豹那模样，这家伙至少得踩2、3年的缝纫机。很抱歉，棉被里并没有检测出镇静成分，甚至没有任何化学成分的残留。这话一出，现场鸦雀无声，若真可闻。一众饲养员有一个算一个，全都蒙圈了。苏元看着他们震惊的模样，忍不住笑出了声。魔野饲养员听到苏元的笑声，愤怒地来到了跟前。很妙的，你说你到底是把镇静剂葬哪里了？老实交代，否则我可是要报警了。报警？好啊，你赶紧报，这样也好把你抓起来，是不是？魔野饲养员眼神突然开始退缩了起来。苏元没有管他，而是来到了笼子旁，捡起了一朵猫薄荷。这是之前魔野饲养员用来引诱云豹的东西。拿着猫薄荷，苏元展示给了所有人看，然后在大家的注视下，苏元抖了抖，顿时白色的粉末缓缓地从猫薄荷中洒落而下。魔野饲养员的神情也是一变再变，最后直接冲了上去，就想抢下猫薄荷来。站住！你想干嘛？一声又一声的怒喝响起，这些原本还跟着魔野饲养员说话的人们，直接反手把这家伙给抓了起来，怕这家伙挣脱，还得结结实实的捆上了。放开我，我没干这个事情，你们都被这小子给骗了。魔野饲养员还在狡辩，可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确定是镇静成分，而且用量超标，足足5倍。5倍，你这家伙也真是够胆大。不干人死的活，我特喵真想一拳捶死你！就在众人忙着抓魔野饲养员的时候，云豹居然偷摸着走了出来，一声嚎叫突然响起，一群人这才惊觉。卧槽，这家伙逃出来了，快跑！一只黑化云豹突然从笼子里逃了出来，几人马上从帐篷里掏出了镇静枪，正准备射击时，苏元突然摆手阻止射击，然后就轻轻地在云豹的背上挠了起来。就是这苏福啊，这人类太懂我了吧，他居然知道我痒。云豹苏福的心声不断响起，后面干脆躺在了苏元的怀里，
任君采撷。这是给挠服了，这是。就苏园长这技巧，还用个丢的镇静啊？他这手就是最好的镇静了。就在一众饲养员们惊叹连连时，苏园突然从云豹身上找到了一根奇怪的毛发。杨索，你快来看看，这是啥？杨索自信地走了过去，信手接过毛发，正准备给苏园科普一下云豹异化的毛发时，却是愣住了。这是老虎的毛发？杨索，你开玩笑吧？这可是秦岭，怎么能有老虎？杨索也有些狐疑，他怀疑自己看错了，拿起毛发到眼前，看了又看，还弹了几下。毛发如真，是虎毛没错，而且还是背部的毛发。苏园长，你怎么了？杨索正在疑惑时，突然就看到苏园的表情变了。原本还慵懒地躺在苏园身上的云豹站了起来，背部拱起，龇牙咧嘴，而同时间还有一个更加浑厚的低吼从不远处传来，惊呼声骤然响起，众人风一样的往后跑去。至于什么不要背对老虎啥的，全都抛之脑后。这可是真正的野生老虎，一连跑出了50-60米，这些人才停了下来，找了个大树挡住身形，一个又是一个脑袋，才缓缓地从树后探了出来。这一看，却是把他们给看愣住了。那老虎居然没追他们，而是在喝水。来，再来一点。这家伙干啥呢？不跑就罢了，还给老虎倒水喝。我有个猜测，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们说这苏园长不会是准备驯服这老虎吧？不可能，老虎可和原豹不同，这是大型捕食者，无论是脾气还是性格，都注定了不能被驯服。就在此时，远处苏园的声音响起：“杨索，肉在哪里？老虎饿了。”哈，你说啥？我问你肉在哪里啊？我在这里啊，怎么了？苏园有些无奈了。只能拿起电话打了过去。王所，你们能过来吗？就这点距离，不至于打电话吧？我们怕，那可是老虎，它不咬人的，你找点肉给它，它很听话的。你这话说的，我怎么这么不相信呢？几人对视了几眼，还是走了回去。就在苏元和杨所去找肉时，一个饲养员不信邪，尝试着靠近了老虎两步，骤然响起，吓得这家伙一屁股摔在了地上。别靠这么近啊，他有点怕生。那饲养员一脸懵逼地看着苏元，他觉得苏元是在搞笑。可等苏元带着肉块到了老虎的跟前，这家伙的怒相却是收了起来，开始对着肉块大快朵颐，甚至苏元把手放在他的背上，都无动于衷。苏园长，我都有点想抓你去切片了。我也乐了，也想吃肉。看着老虎吃着肉块，云豹也馋了。苏元点头，又找了些肉块出来，给到了云豹。嘿嘿，我也有吃的了。看着和老虎距离不超过2米，酷酷吃的云豹，一群人又陷入了沉默。这么近的距离，居然没有应激。苏元在杨所的眼前挥了挥手：“杨所，你怎么了？啊，怎么了？你们不检测一下这老虎吗？为啥要检测啊？杨所，我们是在秦岭，你们就不好奇这老虎是哪里来的吗？”卧槽，对呀，差点忘了这茬，赶紧检测下，看看谱系。苏元也蹲下，轻轻拔了几根毛发，递给了杨所。因为谱系的问题涉及面比较广，所以检测需要久一点。而在等待的间隙，一众饲养员们却是在苏元的陪同下，从头到脚把老虎看了个遍。有点华南虎的特征，应该是华南虎。可问题是，秦岭的华南虎不是灭绝了吗？也不知道这家伙是哪里来的。议论声不断响起，众人围着老虎品头论足。正在吃肉的老虎突然抬头，目光看向山林深处，一众饲养员跟着目光看了过去。只见又一个身影悄然出现，又是一只老虎，不过这只竟然是黑色的。卧槽，黑特喵的居然是黑虎！过来，快过来，我遇到好的两脚兽了，吃的，他给了好多好吃的。一边吼着，华南虎还让远处的黑虎看他的虎食。远处的黑虎看着肉块，眼里浮现了渴望。他的腿受伤了，捕猎特别的困难，可他对人类有一种天然的抗拒。黑虎没有贸然靠近，只是在远处低吼不断。就在这时，苏元又拿来了2盆肉，上好的牛奶，一看就特别漂亮。来，管够！苏元的话，再加上心上的2盆大肉，让黑虎彻底动摇了，一步步缓缓地靠近。黑虎走得很慢，有谨慎的原因，也有受伤的原因。闻了闻肉块的味道后，黑虎深深地看了苏元一眼。谢谢你。接着，黑虎也吃了起来。退了老远的一众饲养员们看着苏元的动作，也是惊叹连连。苏园长这时又勾引了一只老虎，太牛不一了！拍个照留念，这一幕能做我屏保。别拍了，有新情况，快加麻醉枪！此时2虎都已经把肉块给吃完了，他们吃饱后并没有走，反而看向了苏元。饲养员们发现了老虎的眼神不对，连忙取来麻醉枪。和预想中的扑杀不同，2个家伙却是在苏元的脚边推耸了起来。华南虎咬着苏元的裤脚往前拉，黑虎在后面往前推。他们要带我去个地方，你们跟着一起吗？这话一出，一众饲养员先是一愣，然后连忙摇头，那头摆的比拨浪鼓还欢。行吧，
你们看着云豹，我过去瞅瞅。3人被一只华南虎和一只跛脚的黑虎强拉硬拽的来到了山林里，竟然发现了一只蓝虎幼崽。我了个去，蓝虎居然是真的存在。不过这小家伙好像天生跛脚啊。没错，这孩子的脚和我的一样也折了，我们根本养活不了这小家伙。我知道你是好人，希望你能把他带走，好好待他。苏元看向黑虎的脚，心里清楚，要不是迫于无奈，他根本不会离开自己的孩子。于是苏元马上拿起电话给杨所长打了过去，想要咨询一下带走野生老虎是否违法。此时杨所长和几个教授还在帐篷里研究华南虎的态。接通电话后，杨所长就看到苏元竟然抱着一只蓝虎幼崽，惊讶地喊出了声。几个专家听到声音后马上围了上来。重大发现，重大发现啊！这只蓝虎绝对是全世界唯一一只。牛逼了！没想到我们也见证了历史。杨所，其他的我们先不聊，我就想问，这虎崽子我能带走吗？那当然不能。是这样的，哪怕我们要进行研究，也只能在不干预幼崽的生存下进行观察，带走是绝对不允许的，甚至于还要对当地进行保护等级升级。没错，这种越是珍稀的动物，越是不允许带离野外。不能带走啊，那就算了。不过王所，你们后续进行观察的时候，可得安排定点投喂。苏园长，你为啥这么说？因为这小家伙天生跛脚，捕猎困难，若是不安排定点投喂，不就是在害他？你说这小家伙他天生跛脚？是啊，不止小家伙这样，他妈妈也就是那只黑虎，也是天生跛脚，一家3口所有的食物全都靠华南虎爸爸。原来是这样啊，苏园长，你可能得把老虎带回来。为啥呀？不是不让带吗？动物保护政策有一个大前提，就是野生动物具有完备的独自生存能力，而现在华南虎一家已经完全丧失了自主捕猎能力，因为无法独立生存，所以得人为干预，是这个意思吧？对，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符合谁发现谁负责的规定吗？王局长，你什么意思？苏园长手上有野生动物救援许可证啊！苏园长居然有救援证，那他这一趟算是掏到了。咋了？为啥有救援证就掏到了？因为救援证有个规定，叫谁发现谁负责，说白了就是3只老虎归苏园长了。卧槽，还有这好事！挂断了视频通话良久，现场还是一片寂静。就在此时，山林间传来了一片脚步声，听上去人还不少。几人马上出了帐篷。只见山林之中来了7、8号人，是市政府规划局和市林业局的领导，旁边还有个陌生人。那人好像是魔野的副园长林长风。饲养员刚被抓，这个副园长跑来干啥？不会是来兴师问罪的吧？议论声中，2群人碰面，林长风的目光直接锁定了不远处趴着的黑化云豹。快把这云豹抓住！你们什么意思？这云豹现在归属是苏园长，你们凭什么抓？林长风轻笑一声，从包里拿出了一张纸，只见纸上盖着当地政府的3颗红章，而上面赫然写着关于魔都野生动物园接收黑化云豹的通知。杨所黑着脸看了看嚣张的林长风，又看向了身旁的2位领导。陈局、侯局，这次黑化云豹的处理意见不是以我们研究所为主吗？是这样的，杨所你也知道，魔野和我们是一直都有合作的，而这次林园长还给我们是带来了几位投资伙伴，那都是好项目啊。是啊，还有个好消息，之前你们所不是报批了一个经费申请吗？现在已经在走流程了。几句话直接把杨所给整懵了，他想替苏元说2句话，可又不知道怎么说。见杨所无动于衷，王局长却是站了出来。侯局，这是不能这么做的吧？杨所承诺在先，你们现在这样完全就是来摘桃子的。王局长，这次你们的确是有所损失，该有的补偿也都会，而且我们是领导准备这段时间去趟你们那谈合作，互利互惠才是王道啊。就在此时，一声低吼传出，林长风等人已经开始对云豹进行捕捉了。可还没等他们靠近，云豹就是已经暴起，3步2步就上去，对着几人龇牙咧嘴。趁着围网靠近的间隙，云豹冰冷的目光锁定在了林长风的身上。身形迅猛的云豹，只是2个纵跃就越过了围网，挠了林长风一把后，转身就跑。麻醉，给我上麻醉枪！早就准备好的麻醉枪手毫不耽搁，直接开枪，2声闷响骤然传出，可云豹却像是背后捅了眼睛，一个漂移，直接就避了过去。看着消失在山林里的云豹，林长风气得跳脚。你们为什么要把它放出来？要是在笼子里，有这么多事情吗？哎呦呦，人不行，怪地不平。谁说的？站出来！目光带着火，林长风扫视了一圈，没人站出。最后，林长风的目光落在了2位市领导身上。这事该怎么处理？快去找吧，难不成这家伙还能自己回来？话音才落，本应该跑没影的云豹，居然真的回来了。
现场众人傻眼了，林长风却是转怒为喜，立马指挥几名工作人员带着队伍直进。不过就在此时，两声苦笑突然炸响，只见山林中一人三虎走了出来。我的云豹，谁敢抓？男人刚从山林里回来，就发现几人竟然在抓捕他的。男人身后直接吓退了两人，而领头的林长风看见两只老虎和苏元怀里的蓝虎幼崽，眼里闪烁着贪婪。居然是黑虎，而且那家伙怀里抱着的好像还是只蓝虎幼崽。要是能把这几只动物带回去，岂不是赚大发了？想到这，林长风马上走到两位领导跟前。陈局，我的条件变了，我现在不要云豹，我要他的那3只老虎，特别是那只蓝虎幼崽。可是，别可是了，我之前答应你的条件再翻1倍。这样的话，王所，那几只老虎是什么来历呀？那是苏园长第一个发现的，刚好苏园长还有野生动物救援证，符合救援证里的谁发现谁负责的规定。他居然还有救援证，这下事情难办了。林园长，不是我们不帮你，确实是被那小子捷足先登了。林长风倒是没想到事情居然这么复杂，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他马上拨通了一个电话，一段简短的沟通之后，林长风把电话给到了杨所。虽然疑惑，但杨所还是拿过了电话。等电话里声音响起的那一刻，杨所不仅啧舌，他也没想到这个林园长能量这么大。好的，领导，我明白了。挂断电话，林长风一脸都是笑意，他的目光看着苏元，带着一副看着砧板上的鱼肉的表情。你们几个去把我的车挪一下，省得等会抓老虎的时候碰到了。哟，林园长换车了，这得花不少钱吧？不贵，2手来的，这宝马也才6万多。这么划算，靠谱吗？放心，都有官方检测的，免费提供保险理赔记录，车况一目了然。在哪买的呀？瓜子2手车呀，油车还有2万公里质保，买2手车，瓜子有保障。苏元看着林长风嚣张的样子，撇了撇嘴，也掏出了手机，给自己退休的爷爷发了个信息。就你会摇人是吧？论背景，我苏元还真就没怕过谁。小子还想摇人是吧？我劝你别白费力气了。我刚刚已经给市里介绍了好几个小目标的生意，你认为谁才有资格带走老虎？好家伙，还能这么玩？苏园长这属于给别人做了嫁衣，真可惜了。叹息声在人群中响起，众人都觉得挺可惜的。就在此时，电话响起，林长风很得意，接通了电话，还开了免提。喂，领导，怎么样？你刚刚说对方是哪个动物园的？红龙动物园啊，怎么了？这事行不通，这个苏园的爷爷是退伍老将，根正苗红的3代啊！有人踢到铁板了。在现场众人被苏元的背景所震惊的时候，林长风却还是舍不得。领导，要是这样的话，之前答应你的投资可就……投资的事情我也是想促成的，可林园长……领导的话还没说完，现场众人其实就已经知道他要表达的意思了。苏元想了想，他觉得还是不能让人难做了。领导，我是苏元，红龙动物园的现任园长。我觉得事情没必要这么纠结。既然林园长这么喜欢老虎，就给他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吗？老虎愿意跟着谁走，就是谁的，也省得说我仗势欺人。你也别搁着做好人了，你要给我挖坑就直说。老虎可是跟着你回来的，要是公平竞争，肯定也是跟着你走。那你觉得应该怎么样？我们原有一只白虎，你要是能驯服这只白虎，让它跟着你走，那我们魔也就放弃这几只老虎的争夺权。同时，之前答应市里的投资，我也不会差。不过，要是你不能驯服，你全都带走。好，你们几个去车里把合同拿来。苏园长，别，他那才是坑啊！魔也1年要换3个白虎饲养员，全都是被这家伙给挠进医院去了，有一个还差点丧命。知道情况的一个饲养员连连劝阻，不过苏元确实没当回事，直接在拿来的合同上签了字。看着协议上苏元的签字，林长风的嘴角都是笑意。等着吧，我让人把白虎运过来。林长风的动作很快，2个半小时的功夫，一辆运输车就带着白虎离走。只见体长接近2米5，体重300多斤的白虎一直龇牙咧嘴的吼叫着，看着着实是瘆人。园长，你的车提速可真快！哈哈哈，那是当然，刚在瓜子提的，买2手车，瓜子有保障。看见白虎到了，苏元直接开启聆听动物心声的能力。不过林长风看到苏元一直闭着眼，还以为苏元怂了。你要是怕死，就直说，认输后夹着尾巴给我滚！就凭你也想驯服我们园的白虎，真是痴人说梦。你是属狗的吗？汪汪汪叫个不停。瞪了眼林长风，苏元直接走进了帐篷，找了半天，找了个开水瓶出来。和其他暴躁的动物一样，白虎也是因为安全感的问题，但和其他动物不同的是，它的安全感来源很特殊，就是苏元现在提着的开水瓶。是这个，就是这个，给我找这玩意儿找好久了。暴躁的白虎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只在笼子里拼命撒娇的家伙。啊，这特喵的什么情况啊？暴躁的白虎捧着个开水瓶，玩得不亦乐乎，现场所有人都懵了。
暴躁的虎王呢？这玩着开水瓶的模样，活脱脱的就像个小孩啊！重要的是，谁家老虎喜欢开水瓶啊？在场的人不知道的是，小白虎没有玩伴，只有一根妈妈从人类社会叼来的开水瓶。可从妈妈去世之后，开水瓶被打砸之后，白虎的留念就没有了，于是异常的暴躁、伤人越狱等等不一而足。巧合，你这只是巧合，不算数。行，那就让你输的心服口服。接着苏元直接打开了车笼，没等众人阻拦，白虎的前爪已经迈出，看模样似乎是准备扑杀而出。苏元却是带着笑意伸出了手，轻轻地摸在了白虎的头上。卧槽，这是什么情况啊？苏园长的手有魔力吗？摸谁谁傻，南宫文雅。林园长，这算是巧合吗？